Hello，狮子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月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这个生活小贴士哈，提供给大家这个超前部署，好不好 ？OK 哈，这是我们的开场讯息。OK， 首先呢，第一个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这2到3周呢，我个人会感觉狮子座的朋友们会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轻松，但这个应该是少部分的狮子座的朋友们，你的轻松跟你的快乐呢，是因为你跟你的源头的这个能量连结，或者是跟你的高灵或者是高我连结之后呢，有了这种非常轻松愉快的心情哈。我也很少在开场讯息提到有关于这种灵魂高灵或者是这种宇宙讯息比较多，所以我在猜有可能哈，这个感觉哈有点像是我怎么形容呢？就有点像是某部分的人哈，如果以我们身心灵的行业来讲，就是说你有可能有一点点量子跳跃，然后可能在这个月份呢，你会有一个量子跳跃，让你的能量场呢有所提升。另外一个部分的人是在这个月你会大量接触有关于身心灵，甚至是你刚开始接触身心灵，所以你在这方面的感觉或者是这种感受会特别的敏锐。OK 哈，那还有某部分的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你们应该是跨越了一个关卡，所以那个旧有的关卡那个能量场就离去了，所以呢，相对的，你在整体而言，你整个心情比较放松，整个能量场也变得比较轻盈，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开场讯息 ，OK？ 那第二个呢，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这2到3周呢，我会建议你狮子座的朋友们尽可能去寺庙走走哈，也有可能你现在刚好就去拜访一些寺庙，或最近要去拜拜，或者是比如说去日本一些神社，好，反正有关于还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会去不丹，就是有关于这种很宗教的这种场合，或者是这种地区哈，或者是这种古老历史文化区呢，我觉得你去走走看看之后，你呢会找回你自己心中的平静，然后也会让你的能量场呢再一次从这种比较晃动的过程当中呢，恢复到一个比较安稳的这种情绪跟能量场当中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开场讯息都是跟这类东西有关 ，OK 哈。好，那第3个呢，要给你的开场讯息是这两个月左右到3个月左右，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月之外，在2个月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个人会感觉呢，狮子座的朋友们，你特别适合白色 ，OK？ 那白水晶也很适合你 ，OK 哈，就白色系列的水晶或白色的东西都很适合你，甚至你们有一些人在买一些家具的时候呢，你会特别喜欢选白色啦，什么白色窗帘啦、白色床单啦，然后甚至有一些透透的这种感觉的颜色都蛮适合你的。OK 哈，所以以上这些就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我们就准备进入到你的能量的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在我手中，你这个月的挑战是 Temperance， 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10。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以口说表达的方式来提供给狮子座的朋友们作为这个月的运势参考。那请稍后哦，让我去感受一下你的能量场的呈现跟细节。OK 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完你的开场讯息之后，我整个能量场就变得很快，就变得很轻盈哦，狮子座的朋友们 ，OK 好，请稍后哦，好。Hello， 大家好，我是Jane，非常感谢所有愿意在影片下方留言反馈以及按赞分享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我的存在。所以如果呢，你还想要收听更多不同多元丰富的精彩内容，请你一起来收听我的主题广播节目，以及订阅我的电子报，就会收到最新的第一手消息。那如果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OK， 行。我个人会感觉呢，这一次的这个月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哈，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不是在直播看到的话呢，你可以前后推敲1个月，或以你当下的这个月份为主，好吗 ？OK 哈，好，我会觉得你们这一次的月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大概走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大概会有不同派的这个选择跟决定出来。我们先从这个过去的能量场来看 ，OK？ 首先呢，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的是宝剑7，抽到的是 Justice， 抽到的是圣杯2。这3张牌卡呢，在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的过去能量场当中呢，我个人会认为你应该有一个蛮情投意合的对象，或者是呢还不错的工作，或者是比如说很理想的生活模式等等之类的。这个呢，你可以去取代任何相关状况人事物以及你生活当中的场景。OK， 请你们灵活运用套用在生活的这个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个人会感觉呢，这个圣杯2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跟你很像，你会觉得这个工作完全符合你的理想。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边有一个宝剑7加上这个 Justice， 我会觉得看似你觉得这些东西或许都还蛮不错，或者是从外人的
眼光来讲，对这些评价都蛮好的。哎呀，你老公好棒，好贴心哦，哇，你这份工作呢，哦，很棒，还分股票呢，哈，就是大家看外在的这些东西跟条件呢，其实呢，是有蛮极高的评价。但是我觉得总在你心里的某个部分，你觉得你好像是被困在这里的。例如说，我要有这份很高兴的工作，可是我要经常加班啊。比如说，你有这么贴心的老公，但是他黏你黏得死死的，查情查得很紧啊。所以呢，这个好像就是有点像说有失必有得，或者是你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可能要相对应付出某部分的什么样的对等的代价啊。OK，所以这个东西外人看起来是不错的。但你内心自己隐隐约约知道说，这个是你用什么换来的 ，OK 哈，我就这样讲 ，OK。那相对的，也是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可能也会某些时候会去感受到，我好像被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当中世界梦想或目标呢去困住了。所以呢，我会觉得某部分的狮子座朋友们，偶尔难免有些时候你会有点想要逃离这样的状况，或离开，或喘口气，甚至是希望能够抛下这一切。但是我觉得希望抛下这一切的这个狮子座，站在极小众的大概5到10%左右 ，OK 哈。不过呢，在这里心理上面的一些徘徊啦，或者是你自己想要拥有的这些事物啦，比如说假设你老公就是对你很好，然后又很贴心，但是查情查得很紧，但是你心中所抱的这一块自由，对你来讲自由价更高，爱情诚可贵嘛，是这样说。可是呢，你在这里又有没有办法放手的东西，那再加上呢，在背后这边还有另外一颗小小的蛇蛋，2颗蛇蛋在这里，又会要有让你权衡利弊的这个状况。例如说，这个是你们一起巩固的家，可是你很想要自由，但是背后又有2个小朋友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要放弃这些所有的一切，看似很美好的，那我要顾虑的东西就很多。所以呢，我才会说这个东西看似很契合、很不错，但是心里怎么想，只有你自己本人才会知道。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的是钱币9、圣杯5，然后还有钱币2。我个人会感觉呢，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当中呢，你已经开始在衡量。如果假设我不甘愿，或者是我不想被困住，或我想要得到我的自由，或者是我真正想要去追求我内心想要追求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一直在想我会失去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又只能拥有什么样的这些结果 ，OK， 这个是你现在正在思考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讲嘛，这边有2个钱币2，这个就是你后面这个被你藏在这里，你心里藏着你最在乎最重要的这2个钱币2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很 struggle， 就是会让你很挣扎，会让你很难选择，会让你在百转千回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以及这样子的衡量之下，这一张钱币9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一定要付出。我觉得你的想法跟思维很有趣哦，就是我一定要付出对等的代价，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这是过去的能量场，在现阶段的能量场也是，因为这个钱币9加钱币2象征的就是钱币1，意思就是说我要给出一个东西，我才能够换来一个什么。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你已经在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或脱困或改变或者是调整这样子的相关状况人数、世界梦想或目标，甚至是模式以及关系。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就是我要如何权衡利弊，这个就是 Temperance 的这个意象嘛。好，还有一件事情，你还希望能够很平稳的或很和平的把这个你想要去做的改变跟挑战，你想让它浮上台面来。OK， 那这个 Temperance 呢，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好像这边应该是小众的狮子座朋友们哈。如果假设你这个是有牵涉一个人，我觉得跟你交手那个人可以感觉到你现在心态是这样子 ，OK， 所以好像也是可以是时候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 ，OK 哈。如果你这边有交手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有些时候会抓到你，好像有点奇奇怪怪的哈，或者是也不是说你做坏事啊，就说奇怪，你最近好像心不在焉哦，好像都在想些什么事情哦，好像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啦哈。所以跟你交手这个人，其实他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感受到你的这些心理的这些想法 ，OK。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你抽到是 Empress， 抽到是宝剑6，抽到是圣杯4。这3张牌卡呢，来到未来的能量场当中呢，我为什么会说这边开始有分道扬镳的狮子座朋友们，在这样的纠结跟考量，还有其他综合因素的这个想法之下呢，我个人会感觉第一派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你会觉得。与其这件事情呢，要搞到这样子，好像很难，怎么做一个选择，或者是离开，或者是做一个改变好了，不如这样子好了 ，OK， 我就待在这里吧。OK 哈，这个圣杯4啊，就是说我宁可待在这里吧。虽然这边可能会有一点阴影啊，但是大致上面外面这边是很光明的。意思就是说我老公虽然很黏我，我没有自由，我还要被查勤，然后我还要被管零用钱 ，OK， 但是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疑虑。
OK， 所以这个是某部分的狮子座朋友，你可能会愿意选择留在现状，因为你看到起码大部分是光亮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小小你内心的遗憾或阴影或必须得有所取舍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派的狮子座朋友们。OK， 好，第二派狮子座的朋友们是，你觉得呢这件事情呢，你已经有了一个更新的想法，你觉得你想要逃脱也好，你想要离开也好，你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也好，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已经在酝酿了。但是你可能暂时没有跟别人说，这个女皇牌卡象征是她在孕育一个新生，她想要把她的皇冠承接给这个小孩。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你们有一些人可能私底下已经在做一些步骤，或者在打听一些解决方法，或者是可能在思考怎么样做会比较和平落幕。这个是别人不知道，你心里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我觉得倾向，或者是比如说你已经有默默进行这些行动了。那另外一派的狮子座的朋友在这里，这张宝剑六呢是指你坐在一个乌云上，然后呢，你对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抱持着希望，你希望你能够在这样子乌云密布，意思就有点像说乌云过后就会下雨嘛，那可能就会打雷嘛。比如说在这样五雷轰顶的，你即将要告诉他这个消息之下，希望这个原本稳固的小岛能够不被动摇，意思就有点类似像说，比如说好，假设我们就讲刚刚那个过得不错的那个太太，想要跟她老公提离婚好了，好，我就举个例，你们可以自行灵活运用套用在你的生活场景当中 ，OK？ 那这个时候他希望就是说，其实我有这个想法，并不代表你不好，我也不是觉得说这个家我不想要，可是我就是有什么东西想要追求。可是，在这样五雷轰顶的消息炸下去的同时呢，你却希望对方是可以稳稳的，或这个状况我们不要改变嘛。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搬出去住，我们还是可以是夫妻啊，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照顾这些我们的小孩啊，哈，或者是比如说我可以在家工作，老板，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进到办公室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努力帮你卖命啊，我就是不想要跟其他的同事相处。OK，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可能会引起一些变动，但是你希望这个影响能够降到最低，所以某部分的人是应该会单刀直入的去说出这个东西，但是你心里又很渴望这个东西不要乾坤大挪移 OK 哈，所以呢来到未来这个状况，这边是一个圣杯十，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十哈，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你都必须要能够以从中，就是你交手这些相关状况人数当中呢，你们都要能够去找到一个我们这样讲哈，对方就是我们共好或有共识，或者是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的条件或因素状况之下，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整的落幕。我个人会感觉哈，这边大概20%-30%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我觉得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可以体谅你。大概，但是有30%-50%左右的狮子座朋友们，你们中间要经历过一番交流、沟通或者是苦战，能够达到我们彼此都想要的这个答案，或者是这个要求或这个条件。OK， 那另外一派比较小众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我个人会感觉哈，你们把话说开或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反而对你们两个人之间呢，这个交流或者是这个粘着度，或者是彼此信任的程度，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然后反而会让你们的感情更亲近，或者是让你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反而这件事情会朝向一个有利的方向去推进。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部分的狮子座朋友们，但是我都尽可能都带到，好吧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宇宙验证牌卡。那宇宙验证牌卡呢，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的能量场的一些细节跟症结点，还会有补充的额外资讯，提供给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作为一个参考，好吗 ？OK 哈，好的，请稍后，还有一张哈 ，OK。那等一下呢，最后呢，我们还会请天使跟宇宙再给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额外补充讯息哈。好的，我帮你整一张牌，来，我们预备配开始哈。从过去的能量场当中，你抽到是权杖三，还有抽到 Hierophant，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哈，在这个过去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当中呢，我觉得你正在尝试保持着平静。但是你心中里面有很多百感交集。这张牌卡我先补充一个额外的讯息哈，你可以注意看，这边有星星、月亮，然后又有乾坤，然后又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就有告诉狮子座朋友们，你最近如果有很多可以接近宗教的地方，有灵性成长的学习呢，我觉得对你这个月来说是很重要的哈。这已经完完全全已经浮现出来在你的开场讯息里面了哈。感谢宇宙来验证。那这边呢，除了我会认为某部分的这个狮子座朋友们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他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下一个阶段并不代表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切八段，而是说这个模式、这个状态、这个合作，可能或许甚至这一段关系都要朝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前进，或者是有所磨合跟调整。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们双方来说都
是一种学习，所以这个方向上面的改变，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OK，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这张牌卡是权杖骑士。权杖骑士象征的就是它是小碎步啦，它在慢慢的前进，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太敢张扬，这个时候你还不太敢去做一个太大的动作，所以在现阶段的能量场，你可能会开始有点微微暗示，小小尝试，所以我才会说，你们在这边有些人会让别人看出你的破绽，或者是看到你情绪上面的这个改变，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在这边是一个宝剑十，所以这个宝剑十跟这个 Temperance 象征的意思说，是时候要去做这个改变，或者是比如说我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和平的去做一个处理 ，OK？ 那你们两个要怎么交流？其实对你来讲压力是非常的大的。OK， 好，所以呢，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当中，你抽到的这个是命运之轮以及这个权杖六，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会说这边分3派的狮子座的朋友们，你在这边不管你走哪一派，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结果都会是好的，因为你的命运会在这个未来的能量场开始转动，你会为了能够去捍卫你想要的东西，你愿意往前行，你愿意去表达出你的想法，因为权杖六象征的意思说，我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或者是我想去争取一些什么，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在接下来第3组这个能量场，未来能量场合，你会开始展现出来，只是看你是哪一派的狮子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要给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哈。来，我们来看一下。OK， 他们叫你看一个比较大的画面啦。OK 哈，这一张呢是射手座的满月。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其实你已经瞄定一个目标了，这个东西已经来到一个满月高涨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再被掩盖的。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你在这边会有情绪想要改变、要学习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课题、更大的画面，需要你往后退，看清楚，知道你们在学习什么样的东西，你才可以看到这个 big picture， 它到底要带给你的寓意是什么。还有你为什么在这边要扩展，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要调整，为什么要说出你的心态，原因就是因为你已经看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已经不再服务你，或不适合你，或需要改变，需要调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经历这些挣扎，或经历这些考量，或者是经历这些沟通，或者是这样协商。这个是你的守护天使跟宇宙要告诉你的讯息，你必须要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你的人生的蓝图可能会因此改变，或者是你的人生的方向要稍微做一些调整，甚至是跟你交手这些相关状况人数，他们可能也必须要能够跟你配合 OK 哈，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月份需要来做一个稍稍整理，然后厘清自己心中深意的一个月份。所以我希望狮子座的朋友们可以把握这个月份先去把自己梳理好，把自己的情绪跟心情都稳定下来，然后接着再去思考你想要去面临的这个挑战。OK 好，祝福你狮子座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咯，拜拜。